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拿着2026 Henley Passport Index 排名世界第一、免签192个国家的新加坡护照，在东京、伦敦或者巴厘岛机场准备登机回新加坡，柜台人员看了一眼屏幕，然后抬头告诉你一句 Sorry, ICA has issued do not board instruction， 你第一反应一定是猛的，因为你很清楚你没犯法、没欠税、没被通缉，护照就在你手上，也没有过期，但问题就在这里，2026年的新加坡边境系统早就不等你到机场再看。从2026年1月30日起，ICA正式全面启用 NBD Not on Board 的机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身份状态、护照有效期、行程结构会在你登机之前就已经被系统自动比对、打分归类。你站在柜台前的那一刻，不是在接受人工判断，而是在执行一条早已生成的系统结果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机场被拦下的，你是在系统里已经被提前判定为不可放行。很多新加坡人会有一个误解，觉得只要我跟柜台好好解释，总能解决。现实是，航空公司根本没有资格替你解释。根据2026年实施的移民修正法案，如果航司放行了一名被ICA系统标记为 NBD 的乘客，他们面对的后果不是警告，而是最高1万新币罚款。情节严重的相关人员甚至可能面临最长6个月监禁。在这个制度下，航空公司不会赌你看起来没问题。或许你会好奇，这套实时风控系统这么严格，为什么其他国家没采用类似机制？答案很简单，这是一种新加坡式的做法，是以国家生存逻辑为核心的特别设计。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，每年过境旅客远超本国人口，航空安全和国门防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旦出现系统漏洞，风险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，而是国家级别的安全隐患。这种规则设计也决定了新加坡护照在全球范围内有别于其他国家。它通过承运人责任制度 Carrier Sanctions 将风险管理部分转移至航空公司。从乘客订票那一刻起，航空公司就受到系统压力，不得不严格执行筛查。毕竟任何违规可能都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运营。这种制度在全球只有少数高度数字化的国家才能真正跑通，而新加坡是其中执行最彻底的一个。提到护照，大部分人的第一直觉是关注有效期，比如是不是在离境时还剩6个月，但其实这样的时间规则只是冰山一角。2026年的护照风控系统 NBD 从来不是用今天剩几个月来算你的，它在毫秒级同时匹配3组数据：第一，目的地国家的最低入境有效期要求；第二，你的返程日期；第三，你是否存在被拒绝入境后遣返新加坡的可能性。这个算法非常复杂，它不仅关心你是否出得去，还特别担心你回不来。一旦被境外拒绝入境，你的遣返问题将成为新加坡的头号风险。根据全球移民规则，新加坡必须无条件接收本国公民，但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承担额外的安全管理压力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这样的风险不可接受。所以在订票时，如果你的护照剩余时间不足1年，系统会自动将你标记为高风险。即便你主观觉得没问题，算法却明确告诉航空公司，这个乘客不符合规则，别让他登机。这种安全边际设置为的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漏洞，让整个系统保持完美运转。所以结论只有一个 ：Do not board。很多人到这里会说一句话：新加坡是不是太严了？理解新加坡的护照新规则，你就必须理解它的国家战略逻辑。为什么看起来如此苛刻，却完全推行？答案就在于这种规则是建立在新加坡独特的国家定位之上的。新加坡是全球航空枢纽之一，每年的过境与旅客流量已经远远超过自身的人口。这意味着航空枢纽是国家生存的命脉。一旦系统出现漏洞，可能不是个别乘客的问题，而是对整个航空体系乃至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。新加坡护照规则的严格之处，并不是不近人情，而是通过完整的数据风控逻辑，把国门钳制到全球登机柜台。无论你在任何国家订票，他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跟随新加坡系统运作，否则将承担法律与运营风险。这正是新加坡护照独特之处，它不是一本单纯的证件，而是一整个国家的风控前哨。这也解释了一个很多人感受到的反差：在樟宜机场，新加坡人可以刷脸无护照通关，但在海外登机口规则却异常严格。这种差异并不是双标，
而是新加坡风控体系的分工。对内，它用技术提升效率；对外，它用技术保证国门的绝对安全。你享受的便利，并不是简单设计，而是无数风控算法工作的最终呈现。新加坡护照之所以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，靠的不是好说话，而是规则稳定执行，确定风险前置。它真正保护的不是违规的人，而是所有愿意守规则的持证者。最后给你一个在新加坡内部非常实用的现实准则：护照有效期6个月只是一个最低准则，真正稳妥的时间范围是至少7个月以上。如果你的护照离过期还有1年，就必须检查是否还可能被系统判入高风险池，而不再是安全边缘。因为从2026年开始，你手里的新加坡护照已经不是一张纸本证件，而是一套全天候运行的国家级风控系统。今天我们探讨了2026年新加坡护照的新规则，它不仅是一套个人出行制度，更是国家风控的战略工具。如果你想持续了解世界变局、新加坡政策，或者更多和你相关的护照创新信息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更新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